看见石头里面的翡翠。听说品质好的玉石都是有灵性的，难道是这块玉石让我获得了透视眼？有了这透视一切的眼睛，那我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捡到翡翠，赚很多很多的银子啦？这里就是镇上最大的玉石铺子了。掌柜的，我想出一块翡翠料子。哎，听说了吗？昨天老李头在这挖到一块翡翠，足足卖了20两。啊，又是普通石头，不能气馁，继续找。那是翡翠。啊！翡石堆要塌了，快跑啊！快跑呀，小钱！小姐，你怎么样啊？哎呦，头上怎么流血了？流水我没事，刚刚被石头砸了一下，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进眼睛里面了。哎呀，没事了，婶子，你先去忙吧，我歇会儿就好。石头里的绿色是翡翠，我竟然能看见石头里面的翡翠。听说品质好的玉石都是有灵性的，难道是这块玉石让我获得了透视眼？有了这透视一切的眼睛，那我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捡到翡翠，赚很多很多的银子啦？这里就是镇上最大的玉石铺子了。掌柜的，我想出一块翡翠料子。掌柜的，我想出一块翡翠石料。哎呀，姑娘，你这块石头啊，表皮粗糙无光，沙粒松散，也没有明显的松花莽带，声音闷而不脆。以老夫看，这就是河边寻常的垫脚石，里头最多有点杂色，但也绝不是翡翠的料子。掌柜的，我敢肯定，这里边啊，它一定是有翡翠的，要不然这样行不行？您就帮我先切开。哎呦，姑娘，我老石干这行20多年了，经手的石头可比你见过的都多呀。这就是块废料，你呀就别耽误功夫了。是，掌柜的，您经验丰富，但这凡事它总有个万一，对吧？如果不亲眼看看这块料子，您就不怕错失遗憾吗？要不然这么着，您帮我把这料子切开，若是里边没有翡翠，那我给您赔工费；但若是里边有翡翠，你按市场价给我就行。好，就凭姑娘的眼力和胆识，这石头我切了。请。姑娘，咱话先说好，这要是开不出翡翠来，你可别怪老夫啊。放心吧。真是翡翠啊，还是阳绿，是上等的料子啊！哎呀，竟然真是翡翠啊，还是阳绿，这是上等的料子。出力就好。姑娘，好眼力啊！这要是换任何一个人，这第一眼肯定把它当成废料。你居然能看出来这里边是翡翠，佩服，佩服啊！我也就是运气好而已。石掌柜，您帮我看看这块翡翠料子，它能值什么价？这块料子虽然不大，但是啊，色正水足，这底子干净，打个吊坠或者取几个界面啊，还是不成问题的。老夫也不欺你，就按现今的市价，30两银子，如何？30两，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30两，好，那就30两。姑娘爽快。这是30两银子，您收好。爹娘，哎呦，哎呀，女儿回来了！哎呦，慢点喝，慢点喝。爹娘，
你们都不知道，我今我跟你们说，我今儿不是跟婶子一起去那个废石坑，我们去那块捡石头吗？我捡到了一块翡翠原石。翡翠？你们猜卖了多少钱？多少？30两银子。娘！30两，30两。娘，你看，有了这些钱，鸡、鸭、鹅，咱们把这些牲畜都养上，顿顿有肉吃。娘，这不是开心的事吗？咋还叹气呢？浅浅呐，今天隔壁的王翠花来咱们家，她非说咱们家的房子占的是他们家的地，非要让我们拿出100两地契钱，说不拿就把咱们全家都赶出去。这个王翠花呀，她女儿嫁给了王员外当小妾，她分明就是仗着王员外的势，想从咱们身上刮层皮。哎呀，没事儿，爹娘，你们别担心，我今天能在废石坑里捡到一块翡翠石料，那明儿我就又捡着了，到时候啊，赚很多很多的钱，咱们全家都搬到县城去。爹，咱们这日子呢，就会过得跟这柿子树一样，红红火火的，越来越好。小浅啊，别找了，这坑里的石头我们都翻遍了，都是些废石，再找也是白费力气。天不早了，回去吧。婶子，我再找一找，我兴许今天就能再找到一块呢。这小丫头魔怔了吧？这废石坑哪能天天出翡翠？别管她了，咱们先回去吧。那我们先走了啊。路上慢点啊。昨天能看到石头里的光，今天也一定能看到，再看仔细些。这块石头的绿光真亮啊，感觉品质比昨天那块还好，应该能卖不少钱。刚才好像石料里有一道光进入我眼睛里了，难道是幻觉？算了，不管了，还是先把石料卖了。石头没事吧？没事就好。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啊？这白光的形状大小怎么看着这么像人参？真是人参啊！看样子这人参应该有上百年。今天挖到一块品质这么好的石头，再加上一颗百年人参，我这至少能卖上百两银子了。这回爹娘肯定不用再担心了。掌柜的，哎呦，今儿又是来卖翡翠料子的，麻烦掌柜的给长长眼。苏姑娘，这个恕我直言啊。掌柜的又想说这个料子他看着不行是吧？我觉着吧，您就沿着这个边切开，切开之后再看看呗。还不相信？行吧，就依你。苏姑娘，这规矩咱还是提前说好啊。若是这个石头里边它没有出绿，我给您工费。不过我觉得吧，它肯定能出。这赌石可不是靠感觉的呀。哎呀，居然是冰种！这质地通透的跟冰似的，颜色又这么鲜亮，水头又足，是上等的冰种杨绿呀。掌柜的，那您看这个能开什么价？我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料子，料子个头不小，还是冰种。我出100两，你看行不行？行。谢谢掌柜。翡翠卖了，接下来就是把人参给卖了。掌柜的，你这里收药材吗？一个农女能有什么好药材？掌柜的，不知道你们这儿收不收药材？收，不过我们回春堂收的是名贵药材，
若是寻常草药的话，姑娘就不必拿出来了。那我这不知算不算名贵药材？小五，哎，人参。哎呀，区人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又不是百年人参。小五，你看着收。这掌柜的，你还是看看吧。都说了，不要大惊小怪的，医者要沉住气。哎呦，这纹路，这色泽，这是刚出土的百年野山参呐，品相还竟然这么完整，好啊！掌柜的是收还是不收呀？收，必须收啊！这样，姑娘，我给你100两，这价格绝对公道，即便你去了县城，也高不出这个数。太好了，加上刚才卖翡翠的钱，这一趟就能赚200两银子了。那成。小五，去取100两银票。哎，给姑娘。谢谢掌柜的。哎，好说姑娘，日后若再有这样好的药材，务必先来我回春堂啊！啊，一定。娘，爹，这是我今天挣的银子，这得有200两吧？哟，我说怎么关着门呢？原来是偷着在这边数钱呢，这没少赚吧？今天100两地契钱，必须得给我。王翠花，别欺人太甚，我们家根本就没占你家的地。我不管，今天这钱你们必须得给我。你们要是不给，我就让我女婿王员外过来，把你女儿带走，卖到青楼当妓女。走开吧你！不要拿牌！王翠花，给我放下！你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我弄死你！你个老不死的，你给我等着，我跟你们家没完！当家的，这王翠花不会善罢甘休的，下一次肯定会带着王员外过来的。爹，娘，咱们搬到县城去吧。哎，爹听说那城里的宅子都价值1000金，城里花销还大，咱们一家人去城里能干啥呀？是啊，我和你爹呀，现在只能干一些农活，去了县城什么也干不了。娘，钱的事不用你们担心，我想办法行不？要不然这样，等我再赚够1000两，咱就搬到城里去，成不？听你的。1000两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我现在有透视的能力，我只要多找几块翡翠，很快就能赚够钱的。这不就找到了？这料子的绿光和昨天一样，就是小了一点，卖个几10两还是没问题的。啊，这下面还有绿光，难道这里还有一块翡翠？果然是2块，这块这么大，应该能卖个上百两都没问题吧？不是幻觉，这石头里面好像真的有光进入了我的眼睛。苏浅，苏浅，听村里的王翠花说，你在这废石坑捡到了翡翠，还卖了不少钱。又是王翠花，不过这2个人是村里出了名的泼皮无赖，得小心应付。这后山的废石坑是咱们村里共有的，你在这儿捡到的宝贝就该分给大家，哪有独吞的道理啊？我可没听过这个规矩，我只知道这个坑谁都可以来捡，谁捡到翡翠就是谁的。我捡到料子是我的本事，凭什么要给你们分呀？本事？我看你就是走了狗屎运。哟，手里是新捡到的翡翠吧？不是。苏浅，今天你要么把翡翠和钱给我们，要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你们这是要明抢啊！我可以不管的。
拿来吧你！抢你又怎样？你一个丫头片子，还能放到天不成？抢你又怎样？识相的，快把翡翠给我！小娘子，来，让爷香一口。好多美人啊！金子，天上下金子了！小娘子，让爷香一口。他们这是产生了幻觉。都别急，让爷一个一块金子装起来，全都装起来。我知道了，装起来。 3道金光是玉石的灵气，我的眼睛吸收了3块玉石的灵力，竟然有了金子让人产生幻觉的能力。好大一块金子，金子发了！我刚刚只是用神眼瞪了他们一下，就让他们2个中了幻术。那我以后就不怕一个人进山来找料子了。这天色也不早了，得赶紧去县里把这2块料子卖掉再说。掌柜的，哟，苏姑娘又带料子来了，麻烦给我瞧瞧这2块。嘿嘿，苏姑娘，正所谓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啊！你之前能捡到2块翡翠就已经够幸运了，这次又带2块，你以为翡翠这么好捡啊？啊！这石掌柜这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差。你看这块啊，这皮壳紧实，但沙粒粗糙。你再看这块更差，表皮黝黑，还带着蚬呢。苏姑娘，这次你可看走眼了。掌柜的，咱们还是把它们切开之后再看。切，现在就切。看来你还是不相信老夫的眼光啊，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来，嘿，出绿了，出绿了。那块也看看。哎呀。哎呀，这又出绿了呀！哎呀，苏姑娘，你可真是神了呀！这连着2天都出了2块翡翠料了。这老夫从事玉石生意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这运气如此爆棚的人呐！什么运气？还看不出来我凭的是实力吗？哎，掌柜的，你就跟我说一下，这2块能给多少钱？这个小的呢，100两。这个大的150两吧。这一共250两银子，你看如何呀？哎，成。好。掌柜的，我之前听说呀，是不是有一种翡翠叫帝王绿，特别值钱？对，是，这是200两的银票，这是50两银子，一共250两，你说好吧？苏姑娘，你说的这个帝王绿，那可是极为少见的呀。这小小的一块就能卖上上百两银子，但是帝王绿非常的稀缺，可遇不可求啊。要是能找到一块帝王绿的料子就好了。赌石了！1两银子1块料子，谁要是能开出帝王绿，那可就是财神到家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龙塘老矿出来的料子，只要1两银子1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姑娘，您瞧瞧，这些可都是翡翠老坑挖出来的料，里边或许藏着帝王绿呢。只要1两银子1块，要不来1块？这料子色彩浓郁，比我之前捡到的所有料子颜色都正，说不定啊，这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帝王绿。老板，我要这块。姑娘，咱们这可是赌石，买定离手，这要是开不出翡翠，这银子可是不退的。放心，我就要这块。苏姑娘，这赌石风险大，这种小料是出不了货的。没
没关系的，施掌柜放心，我心里有数。好，姑娘，这块就是你的了。我这里正好有开石的工具，你是打算现在开呢，还是拿回去慢慢研究？现在开就行了。哦，记着，沿着边切，别切多了。切完之后，若是当真出了翡翠啊，就帮我当场卖了。好。姑娘，你怕是被帝王绿冲昏了头吧？这么小的石头，能出什么好货啊？这摊子上啊，我看呐都是废石头。你这姑娘啊，还是太天真了，怕是这1两银子白花了。无妨，赌石嘛，赌的不就是运气？我呢，最近运气超好。这声音，哎呀，这个声音清澈通透，这可不是普通石头的声音啊！快，打开看看，这是帝王绿啊！这是帝王绿！哎呀，这颜色清澈的发亮啊！这质地细腻温润，水头十足啊！苏姑娘厉害呀，一选就选到了帝王绿的料子。这么小的石头，真的开出了帝王绿！哎呀，我刚刚还笑话这姑娘来着，这真是走了泼天的财运呐！施掌柜，你说我这么大一块帝王绿，那大概能卖多少两？苏姑娘，这块料子虽小，但是胜在它品质好啊，满色、种老，而且无裂，是做蛋面或者小见面的好料。如果姑娘愿意割爱的话，老夫愿意出300两银子。300两？300两，这帝王绿果然值钱。那便300两吧，便出给施掌柜了。行。这怎么可能？我摊上怎么有这种宝贝？帝王绿，竟让我1两银子给卖了。姑娘您收好，我就先走了。那别多谢老板。姑娘留步。不知老板还有何事？鄙人王强，今日算是开眼了。我摆摊也有3年了，过手的石头成千上万，可是从来没有开出过帝王绿。姑娘，您真是高人呐！所以王老板这是……我有个赚大钱的机会，不知道姑娘有没有兴趣听听？赚大钱？老板，不如说来听听。龙塘翡翠老矿已经开采了上百年，富矿早就挖得差不多了，矿洞深处越来越危险，出好料的几率也是大不如前。我听说官府和御师行会已经暗中决定，下个月底就要封矿了。封矿？当真？千真万确。我表哥在矿上是个小管事，他亲口告诉我，若是咱们过去转一转，说不定能捡到大漏。老板，这么好的事儿，你干嘛跟我说呀？我这倒腾玉石料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大收获。我瞧姑娘你眼力好，所以想跟你合作。您放心，我托关系可以带你去矿场捡料子。到时候您找到好料子，分我一块就行，怎么样？去矿场捡漏，确实要比废石坑和赌石碰到好料子的概率大多了。只要我能从那儿找到几块好的翡翠石料，就算分他一块，我也稳赚不赔。成啊，王老板，那咱们就合作愉快。就是不知咱们这何时能去那龙塘翡翠矿呀？这样，明日一早咱们龙塘矿上见。好，那就明日见。那姑娘慢走。苏姑娘，我为了进这翡翠矿洞，可是花了我10几两银子打点，你可一定要带我找到值钱的料子呀。放心吧，王老板，我会尽力的。王老板找到了，就在这儿。真的？当然了，我挖出来给你看一下。这玉石内蕴含灵力，看来是块好料子，就是这块。出绿了，是阳绿，这水头也是上等啊，好东西啊，苏姑娘，咱们也算开门红啊。是啊，我也没想到刚进来就能找到好料子，说明这里确实有很多不错的料子。走，再找找看看吧。王老板，
那下面可埋着一个大货呢。大货？是这里吗？对，就是这儿。好，我现在就挖。嘿，这块，就是这块。啊，好。这块料子好浓郁的绿光，和昨天在王强摊位上看到的一样，是帝王绿的料子。这深褐色的表皮，这满身的松花蟒带，这绝对是老坑中才有的特征啊！这绝对是块好料子。苏姑娘，你的眼神太绝了，这藏在地底下的料子你都能发现。运气好。苏姑娘，你看，今天咱们都找到2块料子了，按照之前咱们说的，我的那一块那王老板，这块现在就归你了。苏姑娘，这块真的归我了？当然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合作分利，我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好，那就谢谢苏姑娘了。对了，这里啊，我已经打点好了，只要矿不完全封死，你想来随时报我名字来。那我就先走了，你慢慢找。那我就谢过王老板了。那我就先走了。慢走。算一算的话，我后面应该是又吸收了3块玉石的灵气，也不知道这次进化有什么能力，能不能让我像透视一样多赚点钱。我明明在矿山里面，我居然能够看到石头外面的。我这难道是戏文里面说的千里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岂不是原地不动，我就能看到哪一块有翡翠玉石？我看到了，就在那个岩壁深30处，有一块比帝王绿还要好的料子。刚刚看到的应该就是这块了，原来是2块石头给夹着，难怪这么久都没有人发现。出来了，就是这块石头。这块料子的灵力和颜色都很浓郁，比刚刚那块要好得多，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石掌柜，你快帮我看看，这可是我在老矿边上费老劲儿找到的，这石头一打开，不得值个180两啊！这石头皮壳松散，这就是块普通的石头啊！不可能，你给好好看看，这怎么可能是普通的石头呢？掌柜的，我今儿……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那发了横财的好邻居苏浅吗？怎么着，废石堆里捡不着破烂儿，来这翠玉阁见世面来了？嘿，掌柜的，我今儿啊找到了一块好料，你快看看。哎呦，这可是洋绿啊！这个50两。成，不就是洋绿吗？让你走了这狗屎运。石老板，依我看呀，这另一块什么都没有。婶子呀，这另一块里边到底有没有东西呢？这是掌柜的开了之后才能看见的，而且不管有没有翡翠，都跟你没有关系。我说石掌柜，你呀根本就不用费这事儿，另一块什么都没有。石掌柜，现在开吧。那我可就开了啊！哎呀，这是冰种，真的是冰种帝王绿啊！哎呀，这可是翡翠中的极品啊，可遇不可求啊！他怎么会有这种好运气？他肯定是偷的。对，他肯定是偷的。石掌柜，你别被他骗了。哎呀，你这上嘴皮子下嘴皮，这一碰你张口就是污蔑呀！行，你说我这石头偷的，那你有证据吗？证据在哪儿呢？既然你要是拿不出证据，那我回头我就报官去。这位客人，你不要再次血口喷人啊！这苏姑娘每次带来的料子，那可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得到的。你要是再敢污蔑人，毁我翠玉阁和苏姑娘的声誉，我石某第一个不答应。我这就让伙计去请李正还有县衙的差役，让他们来评评理，到底是谁在这里闹事。不用，石老板，
我刚就是随口一说，我这就走，这就走。你给我等着！别走啊，还没报关呢。切！苏姑娘，这2块料子是要一块出手吗？这2块我全都卖你这儿，你给开个价吧。这块50两，这个嘛，这色正水足，质地细腻，给你400两，一共加一块是450两，你看怎么样？啊？就450两，成交。哎，正好，你看一下。太好了，加上昨天的500两，马上就能带着我爹娘搬到县城里安家了。这几天我得多去龙潭老坑逛逛，再找几块好料子，凑够这1000两。掌柜的，我走了。行。找了这么久，这次居然一块翡翠料子都没找到。这个翡翠矿区该不会是已经被挖空了吧？唉，这下面居然藏着一块翡翠石料，这比上次的冰种帝王绿料子看起来还好，又透又绿。真不枉我挖了这么久，这块翡翠料子这么好，比上次那个冰种帝王绿好得多。这要是卖成钱，不得卖个500两银子啊！等把这块料子给卖了，我就能带着爹和娘，我们搬到县城里边住。以后呀，天天都是好日子。石掌柜，掌柜的。好像不是这样的。掌柜的，快坐快坐。石掌柜，我这料子，我觉得里面有好货，我自己切怕切毁了，不敢下手。这料子看着这表皮这么素，这无松花无蟒带，这就是块普通的石头啊！这石头看着是平平无奇，但我觉得吧，咱们还是开庄之后，咱们再说。行。还是切一点啊。这手感不对啊，我从来没有切过这种料子，这感觉像在切割一块温润至极的凝脂，而且还有一种坚韧的阻力。出了！哎呀，这是龙石种啊！哎呀，我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今日终于有幸见到龙石种了。龙石种比帝王绿还值钱啊！它可不是一般的值钱啊！这龙石种可是翡翠中的极品，它种老水足，而且质地细腻，在光下还会泛起荧光，就如同游龙，隐在其中啊，所以故称龙石种。真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啊！石掌柜啊，那这种难得一见的宝贝，你说它能卖到啥价？如果苏姑娘愿意出的话，我愿意出，1000两一块啊！那出啊！行。苏姑娘，这1000两你说好。太好了，竟然一下子就赚到了1000两银子。这下不仅能在县城买个大宅子，还能余下不少钱补贴家用。我得尽快安排带着爹娘在县城安家。掌柜的，我走了。行，慢走，再来啊！爹娘，这儿呢就是我们搬到县城的新家。欢迎苏老爷、苏娘回家。芊芊啊，咱们家院里怎么这么多人呢？他们咋还喊老爷夫人呢？这么大的院子，这得花不少钱吧？没花多少钱，娘，这院子整个置办下来也才花了900两。哎呦，而且这些都是我雇回来照顾你们的下人。爹娘，你们都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后半辈子呢就找些佣人伺候享享福。
娘知道你孝顺，但也不能这么破费呀。你看这么大的院子，还有这么多口人，这以后啊，你怎么供养啊？哎呀，娘，这不用你操心。你忘了，你女儿我现在是能找到宝贝的人了。过些日子，我再找个大宝贝，我就要成为整个龙塘县，不，整个大夏朝的首富。哎呀，听见没？姑娘都说了，要让咱们成为大夏的首富。娘，爹，你们去选个自个儿喜欢的屋吧。好，走走走。哎呀，苏小姐，听说你今天搬家，我老石啊，可就不请自来了。恭喜恭喜，乔迁之喜啊！你之前给我的那些料子，给我带来了不少的利润。我今天为了表示感谢，给你送来一个乔迁礼物，这是用翡翠做的一个白菜摆件，寓意着百财，给你添个好彩头啊！那就多谢石掌柜了。我的眼睛竟然吸收了这摆件的灵气，难道我的眼睛又要升级获得新的能力了？也不知道新的能力能不能帮我赚钱。哎呦，这不是玉石协会的行长周永年吗？周行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老石啊，现在的翡翠遍地走，那些富贵人家早就看腻了，咱们玉石商行也该换个门路了。周行长有门路？绿松石，现在京城富贵人家都实行佩戴绿松石了，说那个蓝绿相间的比翡翠显得文雅，价位也是一路水涨船高，一个月足足涨了3番呢。哎呀，这京城富贵人家实行的物件，这早晚也会传到各个地方去啊。那您的意思是，咱们龙塘县的绿松石也要涨一涨？不是要涨，是已经涨了啊！上好的绿松石卖个上千两，不成问题。这次升级的能力竟然能看到石掌柜和玉石商行行长周永年的聊天记录，那我岂不是能通过看别人的记忆了解一些赚钱的情报？但这个能力好像对我的身体负荷太大了，看来不能经常使用了。苏小姐，哎，你脸色怎么突然苍白了？你没事吧？没事，我这不搬家累的吗？对了，石掌柜，我近来听人说，最近城里的贵人啊，他不兴翡翠了，改兴那个什么绿松石。哎，苏小姐，你消息挺灵通的呀。这是啊，京城里传过来的，咱县里的这些小姐夫人都追着抢，这一块小的绿松石啊，就能卖上几百两银子。这要是再大一点，品质再好一点，起码能卖上上千两银子。石掌柜，我这还没见过绿松石呢，您看您人脉广，能不能给我指条路？这在哪一块能找到绿松石啊？这咱们县城，郊区北边有一个废弃的兴隆山，这半山腰啊，有一片绿松石的矿区，你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好，多谢石掌柜的，我去看看，试试碰碰运气，能不能找到绿松石。行，等你好消息。这应该就是石掌柜说的那个绿松石的老矿坑了吧？可我看着这矿坑表面上的石头好像都没什么用啊，看来还是得用神眼找。果然在地底下埋着呢，还好我有神眼。就在这儿了，蓝绿色的光，这就是绿松石了。这绿松石的灵力也能被吸收，这块绿松石应该能卖个1000两吧。老石啊，不瞒你说，京城贵人们催着要一批上等的绿松石，我派人去找了，可是送来的都是颜色不好的次品，你说该怎么办呢？掌柜的，哎呦，苏姑娘来了。哎，这个是咱们玉石协会的行长周永年，周行长。周行长您好。哎，苏姑娘，你现在过来，难道你是找到绿松石了？当然啦，那我呀运气好，
刚到青龙山就找到这么一块，所以想着带来让石掌柜帮忙长长眼。青龙山，小姑娘，那个地方已经荒废很久了，那可不是捡石头的好地方啊！真正的绿松石都深埋岩层，非经验老道的匠人都找不到，你去一趟就能找到了。莫不是捡了块普通的蓝色石头吧？周行长，要不您仔细看看呢？哎呀，苏姑娘，你也太厉害了吧！哎呀，是我眼拙了呀，还真是绿松石啊，还是块难得的上等品呢。苏姑娘，你把这石头卖给我吧，我给你2000两，行吗？成啊，周行长您愿意买，那我自然是愿意卖给您的。好，这是2000两，你收着。苏姑娘，以后再有好料子，不必去翠玉阁了，直接到商行卖给我，只要品质上乘，价格绝对公道。周行长，我两边都去，我都去。一块巴掌大的绿松石，居然卖了2000两银子，看来这绿松石的生意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赚钱机会，我得抓住这个机会，多找些绿松石来卖。我刚挖到绿松石，后面就有这么多人也来捡漏了。没事儿，反正我有神眼的力量，我小心一点，别被他们发现就好了。找到了，这次是黄绿色的光，还是绿松石？真的是绿松石，而且有人气，再卖个2000两，该不成问题。老大，那儿有个女的捡到绿松石啊！快！小丫头，你手里那块绿松石，我们哥仨看上了，快把它交出来！我的绿松石，我凭什么给你们呀？青龙山上拳头硬才是道理，识相的赶紧把石头给我大哥，不然有你好受的。离开的路被他们堵死了。跑不过也打不过，只能用神眼让他们产生幻觉了。几位大哥，这块绿松石其实不值钱的，我还有个更值钱的东西要告诉你们呢。吓死我了！好多玉石，好多绿松石，这些绿松石都是我的，我要发财了！我的天哪，这么多，这得值多少钱呢？这是老子的石头，老子可是你们老大，你们竟然敢碰老子的东西！少在这儿插鸡毛当凤凰了！等老子拿了这些宝贝，我他妈才是老大！去，反了你了！你玩的大绿松石！还好神眼能让人陷入幻觉，不然今天就麻烦了。发财了，老大的玉石！我还是先走吧，先把这块料子卖了再说。苏姑娘这么着急找我，是不是在青龙山捡到好料子了？是捡到了一块好料子，但具体多好，还得请周行长来帮我长长眼。哎呀，好啊，苏姑娘，这料子色泽温润，黄绿相间，恰到好处，是难得的菜籽黄啊！京城那些富贵人家就喜欢这样的稀罕货。那这块料子，周行长能给个什么价？3500两银子。3500两银子，成交。这是3500两。3500两，比之前那块料子多卖了1500两。买绿松石是真的赚钱啊！周行长，周行长，你得帮帮本官呐！江县令，你这是怎么了？咱们打下的万寿节啊，也就是当今圣上的寿辰，下个月就到了。本官呢，想买个稀罕物当贺礼，可是一直没找到。我听说最近京城的贵人呐，都喜欢绿松石，就过来看看你这里有没有上乘的绿松石啊。巧了，我今天刚好买到一块上乘的绿松石，您看看合不合心意？哎呀，这绿松石里的菜籽黄啊，确实是好东西，只是
拿去京城的贺礼，单是好还不够，得是绝呀！这个成色恐怕入不了皇上的眼呐。哎，本官再去别的地方问问吧。县令大人，您这个忙我兴许能帮你啊。民女名叫苏浅，民女找玉石的眼力还算不错。你一个小姑娘，能找到极品绿松石？这块绿松石就是民女找到的，只要山里有，那民女绝对找得到。那既然如此，本官就相信你一次。10日之内，如果你能找到让本官满意的绿松石，本官愿意出6000两银子来买。县令大人，不出10日，民女一定给你找到。哎，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找到一块极品绿松石，不管了，先用神眼看一看。这块料子的蓝绿光这么浓郁，一定是品质极佳的绿松石。哎，等等，那是什么？这下面居然有一整片绿松石矿！这么多绿松石，这要是挖出来，一定能卖不少钱啊！可是这也太深了，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没几个月恐怕挖不出来。算了算了，还是先把那块极品绿松石挖出来吧。居然挖了这么深，哎呀！不过这块绿松石灵气浓郁，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等明天天一亮，我就把这宝贝交给县令。6000两，我来了。走，回家。苏姑娘，这才是我们约定的第3天。你一大早就让周行长把本官叫到这商行，莫不是找到本官想要的绿松石了？对啊，哎呀，我找到了一块品质不错的绿松石，不过还得县令大人您看一看，合不合您的心意。若是不行呢，我就再去找一块去。哎呀，这料子色泽浓郁啊！本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料子。周行长，你来看看。哦，你瞧瞧，质地细腻，颜色浓郁，光泽如瓷器般温润通透，还能折射出柔和的琉璃质感。贾县令，这是块难得的高瓷蓝玉化料啊，是极品中的极品，在绿松石里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啊！果然是极品中的极品呐，太好了呀！苏姑娘，你真是本官的福星啊！哦，这是本官承诺的6000两银票，你收好。那多谢县令大人了。苏姑娘不必客气，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本官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难题，本官还有额外的大礼要送你呢。大礼？县令大人还要送我什么东西啊？苏姑娘啊，本官决定再送你一间玉石铺子，这事儿交给周行长去办，务必选那种位置最好、铺面最大的铺子。好，我这就去办。啊，县令大人，这铺子是不是太贵重了点儿？苏姑娘，你就不必再推辞了。小小的一间铺子算不得什么，而且啊，你在玉石方面造诣也很深，铺子交给你啊，你一定能经营的有声有色，说不定啊，还能带动咱们县的玉石生意呢。蒋县令，苏姑娘，地契我办好了，位置就在城中最繁华的商业街，铺面宽敞，客流量大，最适合做玉石生意了。县令大人，民女一定不辜负县令大人的期望。浅浅，你是说你在山上捡了一块绿松石，县令大人就给了你6000两银子，还送了一间玉石铺子？这不是在做梦吧？哎呀，疼！你怎么不掐你自己呢？是真的呀！哎呀，娘，这当然是真的了。地契、银票，这不都在这呢吗？爹娘，这6000两你们拿着。闺女，这钱是你辛苦挣的，我们不能要。爹娘，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了，供我吃，供我穿，现在女儿有能力了，
给你们点傍身钱也是应该的，让女儿也能尽尽孝心啊。行吧，那我和你爹啊，就先把你收着。我的浅浅啊，真是长大了。你今天给我做点红烧排骨吃吃吧。好的，娘给你做。爹，你做的肘子我也想吃。好。娘，我饿了。好，我们去给你做，这地契你收好。放心吧，娘去给你做啊。想要把铺子开起来，应该需要不少的玉石料子。如果能把那片绿松石搞出来，那就能开店做无本的生意了。可是那些绿松石的位置太深了，要怎么样才能把它们弄出来呢？空守着一张地契，却没有东西开店。如果他们能自己钻出来就好了。我刚不是眼花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地契刚刚是自己动了吗？不，我想起来了，我已经吸收了3个绿松石的灵力了，神眼已经升级了。难道新的能力是我能用意念控制视线范围里的东西？花旗，花旗，我真可以用意念控制东西了。那或许可以把那些绿松石从土里弄出来，明天就去把那些绿松石都取出来，铺子就有东西卖了。那片绿松石矿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要先用千里眼和透视找到它们的具体位置，保证它们在我的视线里。找到了，就是这儿。现在绿松石都从土里面出来吧。成功了，这也太方便了。等我把地下这片绿松石都取出来，就可以把自己的铺子开起来了。太好了，地下那片绿松石全都取出来了。虽然品质不一样，有好有坏，但开个小店也足够了。但这么多绿松石，我的背篓装不下啊！要是有个可以无限装东西的物件就好了。啊！我绿松石呢？这是怎么回事？我眼睛里竟然有个空间，看来是神眼升级给我开辟出了一个可以容纳万物的神眼空间。太好了，找个东西试试看。先拿背篓试试看，收，真没了。现在再给我拿出来一筐装着绿松石的背篓，真的变出来了。现在就回去赶紧把铺子开起来。女儿啊，爹做梦也没想到，咱一家人能在这县城里扎下根儿，还开这么大一家铺子。是啊，这铺子亮堂，货也好，就是这人来人往的，娘这心里总有点不踏实。娘，咱们店里的货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好货，有什么不踏实的？放心吧。看我的！各位乡亲父老，今天我珍宝阁开业，小店现在主卖绿松石，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绿松石，这可是现在富贵人家最喜欢的玉石，你这新开的店铺有这样的宝贝？我这铺子里的绿松石都是从青龙山上采出来的，各种品质各种价位的都有，保证买到自己喜欢的。哟，我当是谁家开张这么热闹，原来是你家，大家可都瞧仔细了。这位苏老板以前是我的邻居，我们村里人都知道，他家穷得叮当响，现在一来就卖什么绿松石，这玩意儿可金贵着呢，他们怎么可能有货？别是拿些染色的石头，想来骗大家的。翠花说的有道理啊，听说现在京城贵人都追捧绿松石，导致现在假货多得很呢。我也听说了，而且这绿松石现在不好找呢。
你空口白牙，血口喷人，你凭什么污蔑我们呀？我们店里的绿松石都来自青龙山，经得起任何行家验看。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你有证据吗？证据？那你倒是说说，别人都找不到的绿松石，你一个死丫头怎么找到的？说不定啊，这些石头就是赃物。大家伙儿，别听这位大婶胡说八道。我是商行的行长周永年，我为这姑娘作证，她店的东西全是真的。这位婶子，既然周行长都作证，苏姑娘店里的玉石都是真的，你在此闹事，是何居心呢？这位是蒋县令，没想到蒋县令都支持苏老板。县令大人，我都是胡说的，我错了，我这就走。多谢县令大人，多谢周行长，要不是你们，今天我怕是要头疼了。苏姑娘不必客气，你忙你的，这么多人都等着呢。我跟周行长啊，就是过来为你祝贺的，不用管我们。来都来了，进来看看。那进去看看。大家伙都慢点啊！别挤，我也要买，别挤呀，瞅这是嫁妆的。都有的，小店绿松石管够，一个一个来，大家伙都慢点啊！浅浅啊，咱们今天挣了多少啊？8000两。多少？8000两？你是说咱们一天赚了8000两？对，就今天一天就赚了8000两。8000两，一天赚了8000两，女儿，爹是不是在做梦啊？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银票，不都在这儿呢吗？咋了？哎呀，我看看外面有没有人盯上咱们家，毕竟这可是8000两啊！这要是传出去，得招多少贼惦记呀！对，咱们可得把这些钱放好了。对，爹娘你们就负责把钱收好，我就负责让你们有源源不断的钱入账。店里的绿松石剩的不多了，我明天再去青龙山去找些回来。爹娘，我回来了。我家浅浅真能干，这才半天就找了这么多绿松石。哎呀，都小事儿。请，苏小姐啊，我给你啊带贵客来了。哎呦，这位是咱们龙塘县首富贺家的千金贺昭昭小姐。贺小姐您好，我叫苏浅，是苏氏珍宝阁的老板。您这次过来是？现如今已经是立春，我打算在府上设一场踏青宴，这宴会上总得有些拿得出手的宝贝镇场。眼下绿松石最为时兴，石掌柜说你这里有上乘的绿松石，我特意来瞧瞧。我这儿恰好有2块品质上乘的绿松石，我给你拿去啊。贺小姐，这2块品质都不错。这块呢是少见的天蓝色绿松石，色泽均匀纯净，无一丝杂质。这种品相的绿松石是难得的上上品，最适合做成簪子或坠子，戴在头上可好看了。确实不错，光泽很润。再看这块料子，这块是一个蓝绿色的，表面的纹理如水波荡漾。这种料子可以打磨成珠串，最适合年轻姑娘佩戴了。确实不错，这2块我都要了。好，我给您装起来。这些绿松石品质看着也还行，拿来打赏下人刚刚好。苏老板，你店里这种品质的绿松石，除了这一箩筐，还有存货吗？我全都要了。全部？除了这筐，我店里存货还不少呢。全都要了，2万两银票，够吗？够，马上给你装。小姐，我给您送过去啊。不用了，你这店里的玉石，我待会让我家下人来收。我先走了。好嘞，您慢走啊。哎，石老板，仗义啊。应该的，我先走了。下回来吃饭啊。慢走啊。20张1000两，真是2万两啊！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咱们这还没开门呢，就赚了2万两银子，这么大的生意。
竟然会自己找上门来。你们怎么这么大反应呀？咱们这铺子以后还会赚好多个2万两呢，你们一直这样可不行啊！爹娘，这些天你们一直在忙店里的事情，辛苦了。既然铺子里的货都被贺家小姐买空了，那咱们就好好歇2天。是该好好歇歇了。你这些天一直往山上跑，是得好好歇一歇。对，咱们一家都好好歇歇。爹馋旁边醉仙楼的烤鸭都馋得不行了。苏姑娘，苏姑娘，苏姑娘，不好了，出大事了！石老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你快跟我走啊！有一伙人在你铺子门口闹事儿呢。什么？在我铺子门口闹事儿？我铺子这2天都没开张，怎么会有人闹事儿？走！大家快来看啊！这是我在苏氏珍宝阁花20两银子买的绿松石，竟然是假货！苏氏就是家卖假货的黑店。各位乡亲，我们都被苏显骗了。这苏氏珍宝阁赚的都是黑心钱。不会吧？这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挺好的，而且又便宜。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定就那一批是好的，后面就开始坑人了。就是，现在做生意有几个实在的？嘿，苏显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赔钱！你这样的商贩不配做玉石生意。苏显出来！苏显出来！这几个闹事儿的，怎么看着像是隔壁玉石店的伙计呢？看来是张记玉器铺和李记玉石坊的掌柜的想要害我呀。苏姑娘，不能让他们再闹下去了，这样闹大了，假的都被传成真的了，那你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苏显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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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显！各位乡亲父老，我便是这家珍宝阁的掌柜的苏浅。这块石头确实是假的，是鹅卵石涂了绿色颜料，不过它并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就是在你店里买的，我有购买凭据。购买凭据？以你们主人家的能力，想从别人手里搞来一张购买凭据应该不难吧？对吧，张老板、李老板？哎呦，这不是隔壁玉石铺的张老板和李老板吗？哎，张老板、李老板，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把话说清楚吧。原来苏老板是被隔壁玉石店老板陷害的。什么伙计？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眼红我生意好，雇人来污蔑我，你们好歹也是大老板，就只会用这种下作手段吗？你个连行会都没加入的野路子，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你仗着能找到绿松石，都快把整个县城的玉石生意垄断了，这不公平。我们啊，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就是，你独吞玉石资源，坏了商行的规矩，今天你必须关门。没错，关门！各位既然不服我是个野路子，那我就加入商行。苏姑娘，你要加入商行啊？加入商行？你以为商行是你想加就能加的？就是，想加入商行必须通过赌石考验，3局赌石必须全对，这可是100年行规。苏浅，你个小丫头片子，肯定通过不了。赌石而已，有什么难的？既然有人觉得我没资格，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你如果没有通过赌石考验，就关了这苏氏珍宝阁，并且一辈子不碰玉石生意。苏姑娘，你可要考虑清楚，这赌石考验非同儿戏啊！这一旦输了，你这些日子的心血可就全白费了。放心吧，可以啊。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如果我能通过赌石考验，那在场的诸位商户以后谁都不能阻止我做生意。好，我周某人就佩服苏姑娘这样有骨气的人，一步去我那里吧。今天赌石共3局，苏姑娘需3局全胜方能加入商行。现在第1局开始。苏小姐，这就是第1局要赌的石料。这破石头长得平平无奇，一眼就看出来里面不可能有货，这也太简单了吧？刚刚那是玉石的灵力，这块料子里边有料，果然有翡翠，还是好翠。这块石头里面呢是冰种翡翠，虽然外表普通，但里面内藏乾坤。冰种翡翠，就这破石头，苏浅，你还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野路子呀！石掌柜，
麻烦一下，帮忙把这块石头开开。好。苏大老板，我看这第一局你就要输了。怎么样，石掌柜，是兵种吗？是兵种，是兵种翡翠。各位，承让，这第一局啊，我赢了，可以开始第二局了。老师，去拿第二局的料子。哎，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一定是他运气好蒙对了，下一局他肯定没这么好的运气。第二块料子来了，这石头品相不错，看着像是能出好翡翠的料子。我看着老石就是在故意帮苏浅，竟然挑了个品相这么好的料子来。这块石头没有灵力，里边也没绿，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废料，这品相这么好，你说它是废料？你疯了吧？苏姑娘，这是我专门挑的呀，这趁着还没开，你赶紧开口。这块石头呀，我敢肯定，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丝绿都没有，就是块废料。我就欣赏苏姑娘的胆识。老师，开始。哎，苏老板，这回你可看走眼了，这石头明摆着能出货。哦，等开了时，你就等着闭店吧。还真是个废料。第二局，苏姑娘上。运气好。天哪，居然看对了，这眼力神了。要让我上，这2局我都得搬，这绝对不是运气。看来这丫头真有点本事在身上，这就剩最后一局了，总不能眼睁睁看她加入商会吧？老张，你别急，我已经叫人去换石头了。第3局就给他来一个怎么选都赢不了的阴阳石，我就不信他还能蒙得过。还有最后一局，老石，去取石头吧。哎，苏姑娘，这是最后一块石料，你可一定要赌对啊！这料子皮都掉了，浓得发绿，这不会是帝王绿吧？这肯定是帝王绿翡翠，皮相颜色都能对得上。这阴阳石外表帝王绿，里面全是石头，神仙来了也得看走眼。这块料子的灵力浓郁，确实是帝王绿，但这么明显的帝王绿还算是赌石吗？难不成里面有什么猫腻？这块石头确实是帝王绿没错，不过呢，帝王绿呀，只占其中的一点点，大约也就1寸厚吧。里边呢，全部都是实心的石头。不可能！你胡说什么？这明明就是极品帝王绿。哦，那开吧。老师，开始。好。真的就是外边一层绿，里面就是个石头。孙老板神人呐，果然好眼力。苏老板，这绝对不是运气，这是真本事。我服了，我彻底服了。输了，彻底输了。苏姑娘，3局全胜。现在我邀请你正式加入商行，你的眼力是我周某人平生仅见。我代表商行邀请你正式加入，这是咱们的玉牌，拿着它就代表你是咱们龙塘县的商会的一份子了。多谢周行长了。按照约定，苏老板正式加入商行，咱们在座的各位商户，以后谁也不能阻碍苏老板做生意。你们之前合伙陷害咱同行，该罚。现在罚你们每个商户1个月的利润全部补偿给苏老板。谢谢周行长。哎，
苏姑娘，这是商户交来的4万两罚金，现在我把这些钱给你，一来呢是对你的补偿，二来这是商会对你的认可，是赌石的彩头。谢谢庄行长了，那这钱我就不推辞啦。收下，收下。昨天的赌石不光让我的神眼吸收了神力，而且还赚了4万两，并且还顺便解决掉了做生意的一些潜在竞争和威胁。要是能够再多来点就好了。唉，算了，那种赚钱机会可遇不可求，想要一直赚钱，还是得本本分分做生意，把铺子开起来。行，那我就再看一看这里到底有多少绿松石。这绿松石居然还剩这么多呢！我要把它们都给取出来。这么多，我得卖多少钱啊？神眼，现在就是你发挥实力的时候了。绿松石出！总算把所有绿松石都取出来了，这些品质比之前的那批好太多了。对了，还有这个，我方才用神眼看见的时候，就觉得它又透又亮，这品质果然是好料子。它里面果然也有玉石的灵力。完了，真完了！我用全部家当高价收绿松石，现在一块也卖不出去啊！我不活了！就指着这批货翻身呢！那些富贵人家的喜好说变就变，好好的绿松石价格突然一落千丈，我的全部家底赔光了，我也不活了！哎呀！张老板跟李老板在寻死，不行，我得救救他们。不对啊，这画面里面布置的是清明节吧？可清明节在1个月之后啊！我竟然看到了未来会发生的事。看来神眼升级，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毕竟这些绿松石就是因为那些有钱人的喜欢才会身价暴涨，那有钱人不喜欢了，这些绿松石自然也就不值钱了。可我才刚刚把这么多绿松石取出来，那我这些绿松石怎么办啊？哎，朋友，绿松石哪里有绿松石？我要买你们中原的绿松石，高价的。这神眼指示啊，居然还能给我指明方向。原来我可以把绿松石卖给外邦人。对，这些绿松石就卖给外邦人。可我不认识外邦人啊。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去找周行长帮忙。对，就去找周行长。周行长，苏姑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周行长，我想把我手里的剩下的这些所有的绿松石卖到海外去，卖给外邦人。您看，您有没有认识的什么外邦商人？咱们的绿松石一般在本地或者周围几个县买，卖到海外倒是新鲜。哎，你怎么想到和外邦做生意啊？我呀，得到了一些消息，说那城里的那些富贵人家，他们已经厌弃了那些绿松石。绿松石啊，价格在1个月之后那就会大跌。到最后，若是我们不提前把这些绿松石都卖了，那赔的家底都没了。这消息可靠吗？周行长，若是你信我，那自然是可靠的呀。对于我来说，做生意在哪里都一样，赚钱就行，是吧？我确实认识一些往来海外的商人，但是这生意吧，得咱们县的商户一起做。成。
好。周行长，你叫我过来是跟外邦的生意谈妥了？谈妥了，钱货两清。这是你的营收，一共10万两银子，我都换成银票了。这么多啊？不多不多，你的货好，品质好，那外邦看了爱不释手，一下子全都要了。那感情好。苏老板，以前是我们瞎了眼，蒙了心，才会处处跟你作对。没想到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还带着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真没脸见您呢。我听京城那边传来消息，说现在那些富贵人家都不喜欢绿松石了。苏老板，要不是您带我们做外邦生意，我家底都得赔光。苏老板，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苏老板，您就是我们这些商户的再生父母。这里面有4万两银票，虽然不多，但是是咱们龙塘县所有商户对您的感谢费用。哎呀，这个钱我不能收。苏姑娘，你该收啊！你带着大家一起支付。这个钱呢，是他们的心意，该收。那我就收了。那就谢谢了。没想到最后一批绿松石居然卖了这么多钱，现在店里面的绿松石都卖完了，那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卖了呀。如果这盒里边能有什么宝物就好了。啊？粉色的光点是珍珠，居然是粉色的珍珠，简直闻所未闻，这回真是要发财了。各位客官，这个呀就是我们店里推出的新品粉色珍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2000两一颗。粉红色珍珠，这么稀罕的玩意儿，苏老板快给我来1颗。我要10颗，这珍珠穿成串绝对好看。我要20颗，我要20颗。这是神眼预言，没想到一颗粉珍珠居然能卖2000两一颗，这盒里的这些肯定能卖个10几万呢。趁着这边还没人发现，把盒里的粉珍珠都捞出来。这么多粉珍珠啊，赶紧回家去，有新的宝贝要卖了。嘿，芊芊，你这粉色的珍珠可真值钱呐！这小小的一颗呀，就值2000两银子，这比绿松石可值钱多了呀。对，这小小的一颗粉珍珠可比绿松石值钱多了。咱们这短短几天啊，已经赚了20万两。芊芊，你说这盒子装了20万两？喏，这不在这呢吗？哎呀，再这么赚下去啊，咱们不就成了龙塘县的首富了吗？当然了，娘，其实我算了算，咱没准现在已经成了首富了。不过呀，我当时想的，我都不是龙塘县的首富，那是大夏首富。哎呀，还是我的女儿有志气。对了，芊芊，这珍珠啊，现在卖的呀，已经没剩多少了。这样，明天啊，爹跟你一起去河里找珍珠。娘也一起去，这多个人呐，多分力。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俩数钱就行。这粉珍珠果然是稀罕物件，都已经找了半天了，一颗都没看到。不行，我有神眼帮助，我一定能找到的。原来都在河底呀！看这粉色光点的数量，应该是有不少的。这还有玉石的灵光，那个宝箱里有不少宝贝。河底的宝贝们，全都上来吧！哇，果然是粉色的珍珠啊！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箱子里居然这么多值钱的金银珠宝。这翡翠虽然还没有经过加工，但是品质极好。
这么大的珍珠，这该不会是传说当中的夜明珠吧？居然连这种宝物都能见到，这回收获真是不少。不光找到了粉色的珍珠，而且还找到了这么多金银珠宝。这些珍珠呢，都是金银之物，到时候呢就放在家中就好。至于这块翡翠和那个夜明珠，这两个都是非常值钱的宝贝，得放在我店里当镇店之宝。收。哎呀，哎呀，给这些宝贝都摆好，店里啊就可以开门营业喽。哎，贺小姐，你居然来这么早，还要买啥呀？这次不是我来买东西，是这位苏老板，这位可是从京城来的贵客，云迷郡主。咱们龙塘县的玉石在整个大夏都远近闻名，郡主想挑些玉石做首饰，所以我带他来这。哎呀，原来是云霓郡主呀！我就说我大老远的，还以为来个仙女呢。哎，郡主，你有什么想看的？你这店看着不大，真的会有京城都没有的玉石宝贝吗？我这个郡主在京城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你可别拿些普通的货色来糊弄我。我这店呢，确实也不怎么大，不过具体我们这店里啊，东西有没有郡主喜欢的，不得等郡主看过才知道吗？这是粉珍珠？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粉珍珠老难得了，而且恐怕呀，这整个大夏也就只有我们店里有了。原来最近风靡各地的粉珍珠来源是你店里呀？这粉珍珠确实罕见，在京城更是千金难求，只有这样的稀罕宝贝才配得上做我的首饰。先给我拿100颗。好嘞，我给你算算啊。这是夜明珠？你店里竟然有这样的稀罕宝贝？哎呀，这夜明珠还有这翡翠，是我费老大劲我才找着的呢。这翡翠的品相真好啊，颜色正水头足，绝对是罕见的冰种。你这店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这个夜明珠还有那块翡翠，我全都要了，你开个价吧。我给你好好算算啊。粉珍珠我们市价卖2000两一颗，您要100颗粉珍珠的话，就算您20万。这个夜明珠你也知道比较难得，我们店是售价25万一颗的，这翡翠呢就卖你们5万块，那整个加起来就是50万两啊。这是50万两白银的票据，在大夏的各大钱行都可以兑现。哇，刚开张就赚了50万两，这生意做得太爽了，这天赐的神眼果然是我的财神爷。哎呀，浅浅，爹把最近的账又重新算了一遍，咱们家现在的资产都能够当2个龙塘县首富了。哎呦，自从咱们家开了这个珍宝阁之后，咱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呀。那当然了，我可不是吹牛的。哎呀，以后啊，咱们家日子肯定越来越更红火。别算账了，你眼睛不好。哎呀，晚上去休息啊。你也好好休息啊！好。2位客官，不好意思啊，我们店打烊了，门口牌子都挂上了。要是有啥要买的话，明儿来就行啊。小姑娘，我不是来买东西的。听说你这珍宝阁是龙塘县最有名的玉石铺子，我这有一块石头，想让你帮我长长眼，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的。这人身穿华服，想来非富即贵，还是答应下来比较好，省得惹出什么麻烦。那我帮你看看啊。这石头里有玉石凌厉，看来是块不错的料子啊。哇，冰种帝王绿翡翠价值20万两，
我的眼睛竟然能直接看到物品的价值了，这是神眼升级获得了鉴宝的能力啊！这位客人，我刚才看过你这块石头了，确实是一块好料子。这里头应该是一块上好的翡翠，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块冰种帝王绿。那哦，你能看出这是冰种帝王绿？虽然这个表皮有些粗糙，但是你摸它的手感还是很温润细腻的，这些都是冰种帝王绿的特征。所以这块石头你收好，20万两呢，挺贵重的。小姑娘好眼力，这块料子就送你了。这位客人，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这20万两的料子您送我了？所谓宝剑配英雄，你有这么高的鉴宝能力，这料子给你正合适。但我这料子可不是白送的，不用紧张，我是云霓郡主的父亲，也是当朝三王爷端王。民女苏浅，见过端王。不必多礼，前些年我遗失了一对玉佩和一幅古画，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我特别喜欢，我找了好多年，却找了一堆赝品。最近听说京城的地下钱庄有个拍卖，拍卖品里就有那对玉佩和那幅古画。我知道了，王爷，您该不会是想让民女跟您去京城帮您看一看真伪吧？没错，我刚刚看到你的鉴宝能力，你短时间内看出这石头的本质，又能准确地估出价值，这份眼力，京城的所谓鉴宝师也未必比得上。可是民女也没去过京城，更不懂那钱庄拍卖的规矩，万一坏了王爷的事儿，要不算了吧？这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跟着我，帮我确认那2件东西的真伪就好。事成之后，我送你80万两银子作为酬谢。80万两，看来这端王是打定主意让我去京城鉴宝了。他一个王爷亲自开口，我如果拒绝，恐怕会得罪他。行，那既然王爷如此信任我，那民女就多打一试，愿意随王爷入京去见一下。地下钱庄拍卖在10日后开始，到时候我会让人接你进京。成。苏老板，这便是京城的地下钱庄，今晚的拍卖就在这儿。端王，好兴致啊！今天怎么有空来这种地方？难道说之前你丢失了先皇赏赐的宝物，传闻是真的？今天是来这里寻宝来了？你都能来，本王为何不能来啊？本王来开开眼界，不行吗？行，当然行。那您就好好开开眼吧。走。王爷，方才那位是？他可是我的政敌，当朝丞相。王爷，我方才听他说您弄丢了御赐之物，我之前可听说弄丢御赐之物那可是重罪，难不成王爷要找的宝贝该不会是丢失的御赐之物吧？事已至此，我也就把话说开了。我让你找的玉佩和古画，就是先皇所赐。3年前，我府里进了盗贼，这2样宝贝不翼而飞。我暗中寻找，就怕政敌抓到把柄。丞相这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来和我争夺这2件宝贝。若是那2件宝贝真的在这儿，被丞相拍了去，那最有力的证据就掌握在他手上了。不错，苏姑娘，本王的前程就托付给你了。你要是走了眼，让他把真品拿到，我就倒大霉了。放心吧，王爷，不会的。
嘿嘿，端王，你今天来这种地方，连个鉴宝师都不带啊？我身边这位可是京城最有名的鉴宝大师金老。本王自然有鉴宝师，这位苏姑娘就是本王特意从龙塘县请来的。龙塘县？哼，那种小地方能有什么鉴宝师？她一个小姑娘，恐怕连玉石和石头都分不清吧？还鉴宝，真是可笑。我到底能不能分清玉石跟石头呢？可能一会儿就能见真章了吧。哼，牙尖嘴利，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我是钱庄的东家，欢迎各位贵客来到今晚的拍卖会。今晚的第一件拍品啊，就是我手上这一对龙凤配啊。各位鉴宝师可以上前鉴宝。这玉佩材质不错啊，竟然还有玉石灵力，看来十有八九是王爷要找的宝贝了。哼，还真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就看了2眼就下来了，怕不是什么门道都没有看出来吧？小女子确实不懂，看一块石头一眼便可，还需要看很久吗？苏姑娘，怎么样，金老，是不是真的？这块玉佩的玉倒是好玉，不过这个样式普通，根本看不出来是不是大人要的那块。现在开始拍卖，起价30万两，40万两，41万两，45万，46万，5。哎，丞相，这块玉8成不是您要的那块，这东西最多值40万两，一定要冷静啊！有道理。先皇赏赐的宝物，在这地下钱庄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不能上头。我就不跟了。46万1次，46万2次，46万3次，成交。苏姑娘，这就是我要找的龙凤配啊！多亏了你，我才把它拿到手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今晚的第2件拍品是一幅宫廷字画，据说是先皇亲笔，各位鉴宝师可以上前鉴宝。这画的画轴竟然是用4大名玉之一毒鲨玉做成的，怪不得会有玉石的灵力。先皇真迹字画，先皇御赐端王之物，看来这就是王爷要找的第2件宝贝了。金老，怎么样？这幅画笔迹生硬，用墨粗劣，墨迹也很新，就是一幅不值钱的涂鸦呀。也就那画轴是独山石做的，值点钱。苏姑娘，那画……王爷，这画另有乾坤，可以拍。各位鉴宝师已经鉴宝完毕，现在开始拍卖，起价30万，40万两。端王，就连东家都不敢喊这么高的价，这很明显就是个地摊货。你呀，就是被这个小县城的贾大师给骗昏了头了。既然端王想要，那我也得捧个场啊！45万两。苏姑娘，王爷信我，继续拍。46万两，50万，55万，55万1次，55万2次，55万3次，成交。恭喜端王，55万两买了一张废纸。你这乡下小姑娘啊，怕是连字画都没有看过，竟然还敢来京城鉴宝。
简直笑话。还多谢丞相关爱啊。不知道这一幅真迹，丞相为何说它是破烂呢？东家，借匕首一用。依小女子看，这分明就是先皇真迹。这画微微泛黄，墨迹沉郁入纸，确实是30年前的字画呀！这怎么可能？这笔法，这神韵，这是先皇晚年最得意的真迹《万里江山图》啊！哈哈哈，找到了，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幅画。太好了，玉和画我都找到了。苏姑娘，走，我这就回去给你拿报酬去。苏姑娘，今天多亏了你啊，我才能把先皇御赐的玉佩和字画找回来。这是80万两银子的票据，是你的了。多谢王爷，来京城这趟真是值了，不仅赚了80万两银子，眼睛还吸收了2块玉石的灵力。苏姑娘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惊人的鉴宝能力，真是难得呀！不知道苏老板除了擅长鉴宝，擅不擅长在山上找玉石啊？不瞒王爷说呀，我其实找玉石也是一把好手。我在龙塘县开了一个铺子，里面的玉石都是我自己上山去找的呢。啊，那太好了！你既然已经来到了京城，不妨再帮老夫一个忙。王爷请说。下个月就是皇上的寿辰了，皇上喜欢独山石，我想寻一块上等的独山玉送给皇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我想请你帮我找一块独山石，个头越大越好，报酬好说。王爷，找石头这事儿好说，只是我初来京城，对这确实不太了解，想问一下王爷，我该到何处去寻呢？京城城郊有几座山，是玉石山脉，山上什么玉石都有，你可以到那里去找找看。如果找到品质好一点的，个头大的，我愿意出1000两白银，外加京城的一间铺子。好，王爷放心，民女一定会找到的。在这玉石山里晃了半天了，确实这座山里面的确有几个还不错的玉石矿。等到给王爷找到他要的独山石啊，我就可以把生意搬到京城里面，在京城里做事。先用我的千里眼看看吧。还真有独山石，块头还不小，这块王爷一定喜欢。神眼，帮我把这块石头取出来。这块独山石，我刚刚光看见它很大了，没想到品质还那么好，颜色透亮，真不愧是个好料子，王爷肯定满意的不得了。这样回去之后呀，我就能够把店铺开到京城里。这么大的一块独山石，应该蕴含灵力吧？试一下这次的能力是什么？我把野花变成石头了！我居然有能够把看东西变成石头的力量！苏浅，你可让我好找啊！丞相，没想到苏姑娘不仅会鉴宝，
而且还会找玉石，这眼光如此毒辣。这块独山石的品质可是高端货，可值不少钱呢。丞相这次过来有事吗？苏浅姑娘，之前在钱庄都是误会，我这次过来是专程来跟你聊合作的。聊合作？是，我是一个爱财的人，你这种鉴宝寻玉的本事，我很是喜欢。我在京城有10几家铺子，你只要跟着我，我会让你来打理这些店铺，我们平分，如何？不如何，我这个人呀，就喜欢自己做事。苏浅，我亲自来邀请你，你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苏浅姑娘给我请回丞相府，我好好款待。另外，这块独山石也一块给我抬回去。实话。丞相权势大，我如果伤了这些人性命，反而会给我惹来麻烦。那我就用神眼把他们拉入幻境好了。既然是你们先找我麻烦，那就别怪我给你们点教训了。玉玺是我的了，我才是天下之主，九五至尊。行了，麻烦都解决了。哎呀，回去找王爷交差。这天下应该是我的才是。王爷，民女为您找的这块独山石，你可还喜欢吗？这色泽，这颜色，这透度，这是独山石中高级料吧？哎，颜色白中透绿，色泽温润细腻，个头还这么大，妙啊！苏姑娘，这料子好啊！这料子要是雕成寿山，送给皇上当寿礼，皇上肯定高兴。你可是帮了老夫大忙啊！王爷，这个就太客气了。王爷，您之前说的报酬，看我这记性，光顾着高兴了，给你准备的地契和银票都忘了。这是1000两银子的银票，京城各大钱庄均可兑换。还有这个珍宝阁的地契，京城最大的玉石铺子。聚宝斋是2层3进的铺面，位置在京城东大街，地段繁华，不愁客源呐。王爷，这个铺子的位置我听过，那我的店如果开到这样的地方，那不是不愁客源，这生意源源不断呢。能不能日进斗金，那就是看苏老板了。对了，还有这是京城东大街的一处宅子，里边已经修缮完，仆人、丫鬟已经备齐，家具齐全，你随时可以入住。不，王爷，京城里边的地段都那么贵，这个报酬咱们先前没说过。这是你应得的，你就拿着吧。再说你来京城做生意，总得有个住处吧。那便谢谢王爷了。太好了，有了这地契，我就可以把爹、娘都接回来了。这儿就是咱们的新家。浅浅，这真是咱们在京城的宅子吗？这也太大了吧！这不仅大呀，这人还多呢。刚刚我们这一路走过来，这院子里得有个100个丫鬟和仆人了。这昨天咱们呀还在这龙潭县的那小铺子里算账呢，这一转眼我们就住进了京城里了。对呀，这个呀以后就是咱们在京城里的家，以后咱们的铺子呢也都会在京城扎根的。还是我女儿有出息。哎，老婆子，说不定啊，咱们还能跟着咱女儿当上大夏的首富了。我先要纠正一点，这可不是说不定，这是一定的事儿。以后呢，咱们家呀再也不会因为没钱而发愁，我呀只会让你们愁，
这钱多的该怎么花好呢？是，哎呀，娘，过了这些日子呢，我就去山上，我再多找一些玉石，等东西找齐了，咱们铺子就开业。这青玉山脉不愧是有名的玉石山脉啊，居然还藏着那么多玉石矿石，而且大部分还都藏在这些普通人一般不好取的地下。还好我有神眼，能够轻松把这些石头取出来。正所谓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底下这些玉石都够我吃一辈子了。哎，这团绿色的，这道光芒是独山石，而且看起来好像跟我给王爷的那块品质差不多，正好取出来当我的镇店之宝。神眼出，确实是块好料子。神眼啊神眼，帮我把地底下这些品质一般的玉石也都收到我的神眼空间吧。没想到居然收了这么多玉石，虽然品质没有这块独山石这么好，但是这么多玉石也够我销售几日。哎呀，回家去了。浅浅，你在写什么呢？爹娘，你们来的正好，我现在已经想好了，咱们的店铺接下来怎么运营。哦，怎么运营啊？我这几天不是总上山找玉石吗？找玉石的空呀，我都给京城的那些玉石铺子，他们的共同点我已经摸清楚了。我都发现呀，这些玉石铺子呢，都有2个共同特点：一就是价格贵，2就是客人少。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琢磨着吧，咱们要不然薄利多销呢？薄利多销？对啊，我就想着吧，你说一块玉石，那动辄它就卖上天价了。这京城里边虽然住着不少达官贵人，但是住的也不全都是达官贵人啊。对于那些普通百姓来说，那他这样的价格直接给人拦在门外了。我觉得这样可不行。我想着呀，咱们的铺子呢，可以给一些玉石按照等级给他们分类，那些品质极好的玉石呢，可以稍微的贵一点，那些品质普通的玉石啊，咱们就给它价格也往下降。这样的话，也有那些天价的玉石，普通人也都能买得起的玉石，咱们的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哎呀，浅浅说的对，咱们家呀，要是能把生意做到全京城人的面前，那还愁赚不到钱呢。那我们呀，就按浅浅说的，等过2天啊，商铺开业了，咱们呀就搞一个薄利多销的买卖。对，薄利多销。哦，哎呦，哎呀，咱们这店铺呀，这刚开3天，就赚了300多万两银子呀！谁说不是呀？这比咱们呀在龙塘县赚的钱不知多了多少倍呀！嘿嘿，家父笑这么开心，是不是赚钱了？生意不错啊！岂止是不错呀，浅浅，你是不知道啊，这开业3天呀，从开门到打烊，这客人都没有断过。我和你爹呀，连喝口茶的功夫都没有。现在这京城的钱呀，都往咱们家流呢。3天，320万两银子，直接入账。咱们家现在是京城最火的铺子了。326万两银子啊！这比我预想的还多啊！辛苦了。哎呀，都累坏了吧？娘，那个镇店之宝呢？这个今天来了一个富贵人家，一眼就相中了那块料子，出价也高。这我和你爹一合计，就把它给卖了。哎呀，女儿啊，咱们家是开门做生意的，你说客人看上了，咱们也不能不卖，不是吗？
你俩咋笑成这样了呢？那就卖了呗。哎呀，镇店之宝是镇店之宝，镇店之宝没有呀，咱们就再找一块补上就是呀。钱嘛，踏踏实实的落在口袋里，就是最好的啦。找什么料子好呢？找什么料子好呢？这就是东家给的最新宝贝，全天下最好的独山石。这可是特殊材料啊，皇宫里都找不到比这块更好的呢。掌柜的，那这石头得卖不少钱吧？卖钱？肤浅！这可是咱们赌坊最好的摇钱树。只要咱们15号放出风犬，谁要赢得特定的赌局，这块独山石就归谁。到时候那些赌徒就会跟疯了似的涌到这里来。掌柜的高明啊！那些人只要进了咱们这儿，不就通通把家产交给咱们了？高，实在是高。神眼又给我预言了，天成赌坊竟然有特级的独山石料子，而且只要赢得赌局就能得到。赌场是15号放风，今天是12号，那就是3天以后开始。虽然赌场都是10赌9输，但我的神眼可以透视，说不定能利用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来压大赔大，压小赔小啊！来，2、3、5，豹子通杀啊！通杀！又输了，呸！哎，掌柜的高明啊！那独山石可给咱赚了不少钱呢。还要继续吗？介绍一下，我是聚宝阁的掌柜苏浅。我听说咱们赌坊新设了一个玉石赌局，奖励是一块非常好的独山石。哎，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哟，原来是苏掌柜，失敬。想玩玉石赌局可以，不过什么？苏掌柜不知道，这独山石啊太过贵重，不方便摆在外面。还麻烦苏掌柜跟我到内室，咱们在那里赌。可以啊。苏掌柜，这里就是玩玉石赌局的地方。这屋子的布置怎么看着更像鸿门宴呢？苏掌柜，既然是玩玉石赌局，那么玩法就要变一下。毕竟独山石可没那么好拿。那你说要怎么玩？很简单，猜点数，一局定胜负。可以啊。不过我的赌注是独山石，苏掌柜的赌注可不能比我小啊。你就压上聚宝阁的地契吧。可以啊，我最近运气啊确实不错。那我们就开始吧。这3个骰子里面有铁球，点数只会落在6上。苏浅，你就等着把铺子留给我吧。这骰子里竟然有铁块，看来这骰子的点数是被设置好的。那我就只能用石化的能力得到我想要的点数了。这局我先开始，我猜3个6。既然你猜3个6，哎，3个6属大，那我便猜3个1。哇！不可能，怎么可能？这铁块明明还在，怎么会出1呢？看来我今天运气确实不错，那独山石我就交纳了。慢着，我明白了，你是来砸场子的，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干嘛？你们玩不起是吧？我天成赌坊开了这么多年，只有进账没有出账。像你这样敢来砸场子的，就要做好打算出不去。你们这是谋财害命，这没有王法啦？王法？我实话告诉你，我天成赌坊上面有大人物罩着，杀人放火都没人管我。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敢来我这砸场子的，不知道死在我这有多少个。多你一个不多。听说你最近的铺子很出名啊，只要你死，你的钱、玉、铺子就都归我了。这天成赌坊做的是谋财害命的黑心勾当，留着只会让更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那就由我来替天行道，把他们全部都变成石头吧。你们咎由自取，那便不怪我了。好了，下辈子做点好事。哇，这独山石的品质确实不错，就算是做我们聚宝阁的镇店之宝，这都绰绰有余啊。心虽黑，眼光却不错。收。哇，反正你们也花不了了。哇，哎，这，对，哎，慢点，往这儿，哎，好嘞。哎呀，这么大一块玉石啊！这是我找到的新的镇店之宝。这么大一块玉石，女儿啊，这得花不少钱吧？没花钱，不仅没花钱，我还赚了600两。啊！哎呦，钱钱真是太有本事了，又能干又有本事。娘这辈子呀，就没见过这么能干的姑娘啊。哎，哦，对了，女儿，最近咱们店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店里的玉石料子呀也卖得差不多了，得赶紧找批新的料子呀。我马上就去山上找。哎，注意安全啊。破玉山，我找了一上午，一块好料子都没找到。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找到跟之前一样品质那么好的玉石了。神爷啊神爷，你快帮我好好看一下，这到底有没有好的料子？白光，这是和田玉，白光这么亮，看来品质很好。居然是一块品质这么好的和田玉，这和田玉不愧为玉石之首，这么小一块，品质这么好，真是想不到。不过已经吸收了3块玉石的灵力，我的眼睛应该又有新的神力了吧？兔子，拿你来试试我的新能力。啊？怎么不动了？哎，你快动一动，兔子，你动一动，我也没使唤你啊。这样，给我装个死。真装死了！哎呦，该不会是能够控制活物了吧？不对啊，应该不是被我控制了，或者是……对，催眠。这一倒像睡着了似的。我获得催眠能力了。这能力可厉害了。虽然我不能直接用催眠赚钱，但是催眠能够帮我解决赚钱路上的阻碍。嘿，这个好多了。哦呦，哇！和田玉，这么大一块和田玉，
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把它卖了，然后卖出个高价。我可以把它送去拍卖呀！对，拍卖的价格够高了。赶紧回家跟爹娘讲一下拍卖的事儿。小兔子，你自由啦！浅浅啊，我和你爹啊，这2天已经把你拍卖和田玉的消息传出去了，这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就等着呀，你这拍卖开始，这下呀，我们呀就可以大赚一笔了。没错，这一大早上好几个人问我呢，这和田玉是什么成色，什么时候拍卖？哎呀，这一次我们肯定能赚不少钱。哎呀，也赚不了多少，就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两。这么多呀！几千万两，那咱们可得好好干啊，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呀！给我查封聚宝阁！苏浅，你好大的胆子！不知丞相前来有何贵干呢？苏浅，你最近是不是在卖一块极品和田玉？没错。那就对了，苏浅，你盗窃我府上和田玉，我今天过来就是来将你绳之以法的。冤枉啊，大人！我家的玉都是浅浅亲自从青玉山采来的，这怎么可能是偷您的呢？是啊，关老爷，您是不是抓错人了呀？丞相大人，您方才所说您府上丢了玉，那民女想问一下，丞相大人是何时丢玉？丢的玉又是什么颜色、什么成色、什么细节呢？本相公务繁忙，哪有时间记那么多细节？哦，所以说丞相大人空口无凭，只是一时心情不好，或者是看民女的店生意好，所以凭空捏造了一个借口来污蔑民女。你放肆！本相身为当朝宰相，本相说的话那就是证据。今天你偷也偷了，没偷也偷了。来人，给我拿下苏家这3人，押入大牢，查封聚宝阁。我看谁敢！事已至此，看来只能用神眼和丞相硬碰硬了。都给本王住手！王爷怎么会来？我路过珍宝阁，就听见里面有人吵吵闹闹，就亲自过来看看。丞相，你这是仗势欺人呢！哼，苏浅偷了我府上的玉，还要将我的玉拍卖，我这是在依法办案。端王，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偷玉，你可有证据？呵呵，本相说话就是证据。朕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丞相的话也可以当证据用啊？微臣参见皇上。皇上，他是大夏的皇帝，端王还真是及时雨啊，竟然带着皇上来我这里了，太好了，不用暴露神眼也能解决麻烦了。民女苏浅，参见皇上。免礼吧，苏掌柜。朕今日和端王微服私访，听说你的聚宝阁生意火爆，特意想来看看，没想到却会遇上这等热闹。民女有冤情，要向皇上禀告。今日民女本来生意经营得好好的，谁知丞相大人他突然无故光临民女的店铺，说民女偷了他的和田玉，还要将民女的一家打入大牢，并且关闭民女的店。民女冤枉，还请皇上为民女做主。好，平身吧。丞相，可有此事？皇上明鉴呐，微臣只是依法办事，我真没有诬陷他。他一介商户，我诬陷他做什么呀？看来丞相是不会轻易承认的，那就只能用神眼催眠他，让他说实话了。
丞相大人，现在眼前的可是皇上，跟皇上说谎话，那可是欺君的。丞相，朕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实话。我说实话，我府上根本就没有和田玉，我只是看苏浅这丫头不顺眼，凭什么她一个乡下丫头可以在京城混得这么好？自从她的聚宝阁开业，我在京城上的几家玉石店经常上就没什么生意，她坚决不跟我混，那我只能心狠手辣了。丞相，你还真是无法无天呢！我是大夏的丞相，我无法无天又怎么了？我掌控着京城的大部分商铺，京城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我的手上。皇上难道会因为一个小人来处罚我吗？放肆！我怎么了？丞相，滥用职权，诬陷良民，即日起剥夺其掌管京城各大商铺及财政之权，其名下商铺全部没收充公。哎呀，全都完了！丞相，还不跪谢？微臣叩谢陛下。苏姑娘受惊了，还要多谢皇上，还民女清白。这都是朕应该做的。听说你拍卖了和田玉，能不能让朕看看呀？感谢皇上，还民女清白。这块和田玉就当是献礼了。这颜色洁白，质地细腻，也无碎落杂质，确实是块好玉。看起来皇上好像很喜欢这块玉。如果我能用这块玉拉拢皇上，那以后在京城谁还敢找我的麻烦？今天多亏了皇上给民女做主，这块玉就当做是谢礼了。这玉要送给朕？是。既然如此，那朕就收下了。但朕不能白拿你的玉，你是商人，商人爱财，那朕就赏你黄金20万两，如何？多谢皇上。哈哈哈！端王，去差人把20万两黄金给苏姑娘送来。是。苏姑娘，这是20万两黄金。天哪，这么多金子呀！苏姑娘，这20万两黄金，你可满意？满意，民女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金子呢。这一点赏赐，苏姑娘就满足了。那如果朕再给你一些其他的赏赐呢？皇上还要赏民女点别的？这赏赐你能不能拿得到，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还请皇上明示。这块玉虽好，但不是极品的和田玉。真正的极品和田玉是羊脂白玉，即质地如凝脂，色泽如羊油，温润细腻，举世罕见。朕给你3天时间，如果你能在3天内为朕找到一块羊脂白玉，朕就再赏你30万两黄金，外加一块御赐牌匾，如何？30万两黄金，还有一块御赐牌匾。怎么？嫌少？皇上您放心，民女一定在3天之内找到。3座山了，
我今天都翻了3座山了，我一块好玉都没找到。哎呀，真不行啊！约定的日子马上就到了，要是找不到一块好的羊脂白玉，那我那30万两黄金，30万两黄金，那不就飞了？不行不行，哎呀，再找找。那个光没错了，羊脂白玉，果然是块羊脂白玉，一定不会错，这里边一定是特别好的极品料子。这回我的30万两黄金总算是到手了，安心了。哇，启禀皇上，民女不辱使命，在3天内找到了羊脂白玉。质地如凝脂，色泽如羊油，温润细腻。没错，这就是朕要找的羊脂白玉。苏姑娘果然没有辜负朕对你的信任。那皇上，您之前答应民女的赏赐……哈哈哈，朕说的话自然算数。端王，即刻传朕旨意，赏苏浅黄金30万两，从内库拨付。另外，将朕亲笔题写的御赐牌匾一并送到聚宝阁。是。多谢皇上赏赐。苏浅姑娘，嗯，朕看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本事，朕很是欣赏。朕还想再赏你一些东西。不知皇上还有什么要赏民女的？没错，朕打算正式封你为京城玉石商行的行长，统管京城的所有玉石商铺。皇上，您要封民女做京城玉石商行的行长，还有统管京城所有玉石商铺，这民女可以吗？没错，朕相信你的能力。苏姑娘，这可是实打实的权利啊，还不快谢谢皇上？多谢皇上。浅浅，你是说皇上不仅赏了你这么多黄金，还有这么大一个牌匾，还让你当了京城玉石商行的行长，管理这京城所有的玉石商户？是啊，咱们现在聚宝阁啊，算是京城玉石行的龙头店了。浅浅真是太有本事了，咱们老苏家呀，这下算是彻底在京城站住脚了。那当然了，不光如此，咱们的店铺现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相信，那在不久的将来啊，咱们就要做好准备当大夏首富了。哎呦，您就是苏行长吧？果然是年少有为，我辈楷模呀！你们是？下官是工部的黄侍郎，下官是礼部的刘员外郎，下官是吏部的赵尚书。各位大人，来我小店所为何事啊？苏行长，我们是来找您买和田玉的。买和田玉？没错没错，和田玉，皇上都在您这买和田玉了，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自然也要上行下效，表表忠心，不是？这买和田玉，他又不是买大白菜。那和田玉呀，别说我现在没有，那和田玉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你们如果要和田玉的话，那我也没法保证啥时候能给你们，能够找到什么品质，这些可都不确定。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啊！苏行长肯帮忙，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对对对，苏行长，你慢慢找，我们不急，一点都不急。那我们就静候苏行长的佳音了。
告辞告辞啊！咱们都不一定能找到和田玉呢，他们就敢给这么多定金啊！娘，这你就不明白了，是你女儿我呀，现在那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有一些官员嘛，正上赶着巴结我呢。不过嘛，那毕竟我也不算是像他们那样好为官，所以这送上门的买卖哪有不要的道理啊？行，娘，那我这就上山去给他们找和田玉去。哦，对了，我不在家的时候，如果还有这种事儿，通通接下哟。这里之前没来过这个山头，那今天就在这里碰碰运气吧。确实是碰到好运气了。哎呀，一整条和田玉矿，这回真是来对地方了。神眼啊神眼，帮我把这些和田玉矿里的和田玉都取出来。这块品质一般。啊，这里边这块还有这块，这2块品质不错。果然没错，就这2块品质好的，剩下的虽然品质一般，但是给一些官员应该够了。神眼，帮我把这些和田玉的矿石都收到我神眼空间里吧。漂亮，不过刚刚吸收了2块和田玉的灵力，神眼是不是又生气了？试试。这是哪儿？啊，这不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个山巅吗？申遗，这可太方便了。神眼，我再试试。嘿，回来了。嘿，回来了，果然回来了。这能力真好，我可以随心所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这样我以后运输玉石或者送货什么的，那可方便了。嘿，行，那今天和田玉矿也找到了，神眼也升级了，该回去了，必须用神眼把玉送回去。走。我先来的，我先来的，是我的呀！哎，别急，哎呦，我的脚啊！哎呀，这块是我的！哎呀，这还是父母官吗？浅浅，他们不会把咱们的店拆了吧？应该不会吧？真是多谢你了，苏行长，让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玉石。小意思。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哎呦！浅浅啊，你说这些当官的虽然看起来不靠谱，但是啊，这确实让咱们赚了不少呀。哎呀，我数了一下，足足1000万两啊！哎呦，这么多呀！这钱，这赚的也太痛快了吧！说起来，神眼现在既可以透视球，又可以瞬移，还能看到千里之外的东西，还能往神眼空间里装无数东西。如果我把这些能力结合起来，那岂不就能日行10万里，到全国各地去找各种玉石了？那样的话，我想要多少玉石就能有多少玉石，玉石多到卖都卖不完，最好能把铺子开到全国各地，那样我就能赚更多的钱了。浅浅，你说咱们要加上这新赚的1000万两银子，咱们家
是不是就是大夏首富了呀？对，结合起来。爹娘，你们不知道，还差得远呢。那些南方的富商都老有钱了，一个个家里边几千万两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呀，现在离大夏首富还差一段距离。不过，我们可以把店开到全国各地去啊！把咱们家的店铺开到全国各地？对，那岂不是可以做全天下的生意了？这个主意好！哎呀，钱有本事，就应该把店开到全天下，让全天下的人都认识咱们钱，知道咱们钱有多厉害。对，说到做到，我们要把店开到全天下。对，说到做到，我们要把店开到全天下。哎呀，钱呐，咱们的店已经开到全国各地，而且都已经开张了。你看看，江南分店入账300万两，蜀中分店入账200万两，岭南分店也入账了150万两啊！这也太好了，这可比我想象当中进展快多了。这样下去，那只要我们全国各地的分店站稳脚跟，咱们成为大夏首富指日可待。哎呀，太好了！看这条，这条。苏浅，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凭什么能得到皇上赏识？凭什么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而我一个堂堂丞相，却被他害得丢了实权，就连京城的铺子也被没收了个干净。大人，不好了，天成毒坊出事了！天成毒坊，那可是我最赚钱的产业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去收账，发现毒坊里的掌柜、伙计、打手都变成10人了。小的打听过了，毒坊从上个月15就再没开过门。最后去毒坊的人是苏浅。苏浅？苏浅，是他，一定是他。他处处跟我对着干，可是他是怎么把人变成石头的？妖术，一定是妖术，他是妖怪。苏浅，既然你是妖怪，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去，多找些人，把苏浅是妖怪的事儿大肆宣扬出去。我倒是要看看，以后谁敢来妖怪的店铺里买东西。是。奇怪，这几日的收入怎么少这么多？这可能是因为一些谣言。谣言？啥谣言啊？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个挨钱刀的造的谣，非说你是妖怪，会妖术，能把人变成石头，客人都不敢来了。娘，这谣言你从哪儿听说的？哎呀，这街上的人都这么说了，但娘知道，肯定是有一些人眼红咱们家的生意瞎说的。我要是知道了是谁说的，我非要扒了他的皮不可。查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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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真厉害，这么快就查人查到了。哎呀，老头子，你就说吧，这浅都已经知道了。哎呀，我花了大价钱呐，问了2天，终于把人问出来了，谁是这个背后挑事儿的？就是啊，1个月以前来咱们店里抓浅的龟丞相。是那个龟丞相？哦，那咱们该怎么办呀？那不
能吃哑巴亏吧？放心吧，娘，吃不上哑巴亏。只要有他在一天呀，那咱们店都不可能好好的正常营业了。不过他也比较好对付，无妨。咱们呢，上京告御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皇上，那赌坊的那些士人确实是我的手笔，可那些人啊，他们个个都谋财害命，手上沾着不少人命呢。所以，其实我这也是替天行道。你赌坊的事儿，你做得不错，那种地方不能留。好一个丞相！朕一直以为他只是贪财好利，没想到背着朕开赌坊害百姓，还陷害朕亲封的御史行长，简直无法无天。苏行长，朕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传朕口谕，丞相贪赃枉法，私开赌坊，谋财害命，陷害忠良。即日起，将丞相削去丞相之职，杖责50，打入天牢，听候发落。苏行长，朕会将丞相散布谣言、陷害于你的真相公布于众，为你证明。多谢皇上。这些天，你的店铺应该受到不少影响，朕会将你的损失补给你的。朕会将宫中玉石的采购权全部交给你的聚宝阁，往后5年宫中所需玉石都由你来供应。同时，朕会下旨，让各地官府优先在你的铺子里采购玉石。多谢皇上。皇上，其实这事儿您帮民女证明就可以了，您干嘛还把宫里的采购权交给民女了？这是不是帮的有点太多了呀？苏行长果然心思敏锐。罢了，事到如今，朕也不瞒你了。朕这么帮你，是因为看中了你找玉石的能力。你还记得朕1个月前在你那儿买的羊脂白玉吗？记得。朕当时为了救场，因为朕的玉玺弄丢了。玉玺丢了？那可是国之重器。2个月前丢的，一直都没有找到。这件事不可声张，搞不好就是大乱。但是朕又不能没有玉玺，找你买羊脂白玉就是为了再做一块玉玺，可惜失败了。所以哪怕今天你不来找朕，朕也会去找你再买玉石的。玉玺是我的了，我才是天下之主，九五至尊，这天下应该是我的才是。皇上，民女倒是有法子帮皇上找回玉玺。妖女，你就是个妖女，都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你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我问你，传国玉玺在哪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说的意思。听不懂是吗？哦，那我这个妖女啊，就只好自己看喽。玉玺是我的啦，只要我攒够了兵变的钱，那我就是皇帝。哎呀，好了。哦，原来伟大的丞相也会把玉玺藏在床底下呀？什么？妖女，你回来！你给我回来，妖女！这不是前丞相的府邸吗？朕的玉玺真的会在这里？回皇上的话，我之前吓唬丞相，我说他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就把他变成石头，然后他就自己讲了。
是国之重器啊！这玉玺里竟然蕴藏着这么多的玉石灵力，一块顶3块。皇上，您的玉玺找到了。啊，是他，朕的玉玺终于找到了。哎呀，苏浅，你立了大功，朕要好好赏你。朕要封你为正3品户部尚书，监管天下玉石商务。即日起，全天下玉石生意皆由你统筹管理。多谢皇上。哎呀，对了，我现在是大官了，走路呢要稳重。哎呦，我记得我的神眼吸收了那么多的灵力，刚好应该升级了。神眼，现在我有什么能力啦？真成金子了！不是神眼现在升级之后的技能是能把物品变成金元宝？我几个老天爷呀！哎呦我的妈呀！那这样的话，以后我不是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吗？那我现在马上就能把自己变成大夏首富！娘！哎呦！娘，我……哎，咋了？小浅浅啊，出大事了！啥事儿啊？哎呀，外面乱套了，这好多地方都遭殃了。这听说是玉石生意开采，把那山都给挖塌了，河都堵了，什么洪水泛滥啊，山体滑坡啊，好多人呐都遭了难，流离失所，挺可怜的。娘，我现在是官啊，我是户部尚书，我掌管的这些玉石商行。既然是因为开采发生的事故，那这个烂摊子我必须要占这个好。哎，你怎么管呀？那可是天大的灾呀！天大的灾也得管啊！娘，我们可以散财救灾。我们现在有钱，只要有钱，肯定就有法子。说得对。浅浅，你这1个月散出去的钱，怕是要能堆成一座山了。那就好，有钱只用1个月，那就止住了灾情，那么多百姓活下去。浅浅呐，咱们这账有问题呀！咱们这1个月一直往外散钱，可是这账户上、账面上1分钱没少，反而还多了9000万两。咱们分店的收益不知翻了多少倍呀！爹，这可是咱们做好人好事的福报呀！因为咱们一直在救济灾民，所以啊，咱们店铺的名声就传得满京城乃至全国全都有。那些受咱们帮助的官员呀、百姓们都过来捧捧咱们的生意，懂吧？原来如此。浅浅，那咱们家是不是就是已经成大夏的首富了？爹，娘，咱们真成为大夏的首富了。老婆，浅浅厉害，我们终于成为大夏首富了。浅浅可真是太厉害了，可真是做到了。哟，看来朕来的不是时候啊！参见皇上。免礼，朕今天来有大事要宣布，苏浅听旨。苏浅接旨。户部尚书苏浅，忠君爱国，人心济民，国家有难之际散财救民，功德无量。今特封苏浅为1品护国侯，位居百官之首，赐侯爵府邸1座，良田千顷，世袭3代，位居朝班，参与国事。钦此。苏浅，谢旨。免礼。没想到我苏浅竟然能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乡野人，一步步成为
大夏的首富和一品护国侯。